好久没有来这个地方了。对啊，哇，我们台湾的正中心。9份2。我倒是蛮常来的。真的吗？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呢，对我来说，我们会来采购一些，就是比如说做料理的一些食材啦，梅子对不对？很重要，对不对？做点心，对不对？梅子鸡。哎，我记得我以前有专门来到南投，是为了要看梅花，然后还住在一个地方叫梅庄，我突然勾起以前的儿时记忆。那其实我们来到这边，除了看花，然后可能吃一些好的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是当初921的震央啊。对，那这边有很多的这些当时地震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啦。那我想，它曾经造成台湾一个非常重大的伤痛。那我们走到现在，我们怎么从地震这一件事情了解更多？我们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一位老师啊，请他来好好的带着我们去了解这块土地曾经经历了什么，跟未来我们该怎么去做，跟怎么看。好啊，好不好？这是真的吗？这个真的啊，真的啊。我来的就是这一间屋子。所以这是当时原本平的房子，现在变歪的。对啊，可以看到整个断层哎，超斜的，地壳隆起的状态。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地方会变这样。现在大自然力量超大的哎，你看超斜的，超可怕，连房子里面这一条都就是裂开来了。你有没有觉得在这里其实会有一点站不稳的那种感觉？我现在有点 Michael Jackson 的感觉。 Michael Jackson。对啊。阿杰，黄老师，老师，老师，请老师。节目上看到你，果然比节目更帅呀！谢谢老师，好恭维你啦！好，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心情很严肃。是的，这个地方是9分23最有特色的一个点。真的。这里原来是朱姓农户他们住在这里的，原来的地面都是平的。对可啊，是它已经这样子了，我赶快带各位进去看一下。里可以进面吗？去吗？哎，试试看，真的哦，试试看。来跟我走。很斜好斜，很斜好，像在爬山哦。对呀，边行慢慢的行来。哎会不会滑？哎，我奇怪的感觉哦。对啊，那个整个体感很怪异。来来来哎来，我会头晕你如果有点晕的话，先搬一下。哎，很晕，哎，真的很晕哎，进来不知道为什么好晕。这不是身体倾斜问题，这应该磁场也有问题吧？我觉得有在选呢。对啊，这个是我平常喝醉酒才会出现的吗？对，我们再走一圈哦，来，再走一圈，来，再走一很斜圈。很斜，哎会晕呢，好晕。我晕吗？我觉得有一点点想吐，对我也是。怪怪的。慢慢的出来，慢慢的出来。这好奇妙哦，来来来为什么？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以前大家都说它是一个磁场屋，有魔力，有磁场。我该有这种想法。磁场屋，磁场屋就是磁场不一样，所以你进去你的感受会变得很怪。事实上，这是一个科学跟生理现象。怎么讲？我们讲人类的平衡不是有3大系统吗？第一个，眼睛、视觉，视觉；第二个是我们的内耳，内耳不平衡。的前庭系统吗？嗯，它就好像我们一个水平仪。第3个是我们的脚底，脚底，踩的小腿、大腿到躯干，感受到地心的重力方向。我懂，3样东西没办法协调了。哦，所以这样就是会感觉说好像是磁场的问题，其实是生理机制。其实就是生理。所以磁场真的没有没有问题，是你的眼睛、你有问题耳朵跟你的脚3个之间有问题。是我有问题。哦，老师用科学讲解，我们就懂了，不要什么怪力乱神，什么磁场。对啊。哎，我看到了哇，房子。Oh my god！这里就是很有名的9分23震爆点。9分23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知道吗？这边就是吧？那一根？那一个？最尖尖的那一个，距离这里刚刚好3公里。为什么叫震爆点？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哦，这边就像炸过的感觉。是，你感觉是不是？一口气被挤到上被面，翻转，对，被推击，这3个作用都有。对，
老师，那这样换句话说，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到以前台湾那个造山运动的痕迹？大概的原理是差不多，像类似。不过我们那个造山运动是从海底200-300万年前挤压出来的。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大哥你好，大哥你好，来，大哥这边请，这边请。这位是这里的地主，不敢当。其实我就从小就这么长大的。9·11的时候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老婆趴到床上的时候，震了一下就释放掉了。瞬间我就找不到我老婆，看不到老婆。那太快了。对，他踏到床上震一下，老婆就不见了。就释放了，对。那我房子瞬间就爆开，被撤开，这个陷下去了，就那相当快。根本没有机会给你们有反应，跟你们想象说我要往哪里跑，没有得跑，不可能的啦，时间都没有，不可能的啦。所以面对大自然的撼动，那人根本来不及反应，而且又是在这个震爆点。来，这个自己卤的豆干，好香哦！这个耶，谢谢呀！哇，谢谢周大哥，那么好，谢谢大哥，大哥这大哥自己。怎么很像挂包啊？豆干三明治哦。类似的，类似，好厉害哦，里面是夹东西的，是，品尝看看。有酸菜，有葱，有辣椒啊，好香哦，而且咬起来整个口感又软又脆又香。朱大哥那豆干卤的真的技术很高超，你看那个气孔，这真的是要会卤的才有这个气孔，要松要软又要入味。重点是他自己炒的那个灵魂酸菜，但你这样搭配在一起，你其实可以吃到豆干最后隐藏的那个豆香味，很甜很甜。而且我觉得一定要加一点辣，吃起来才过瘾。对，这个就是老婆的功劳了。厉害，放闪哦！老婆有听到吧？这是我吃过最健康的三明治了，超级低脂高蛋白的。现在东西嘛，就是第一卫生，第二要口感要好嘛。这就是讲，行啊来手路菜就是安尼艺术吧。真厉害。9·21虽然这个灾害很严重，造成了很多伤害，可是它重新也代表这个重生的力量。你没有看到这个豆干也是因为这个9·21，对不对？之后才有的这个。对。很特别吧？闻到浓浓的味道啊！对，羊其实什么东西？我们如果就是这个羊、兔子、牛，再2只，这样独角仙、锹形虫，这样跳出来了，独角仙、独角仙，水鹿。没有啦，其实呢，鹿茸呢，从以前就是非常非常名贵的中药，然后其实来到南投国县这边的养殖鹿茸其实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而且我们今天找的呢，可是全国比赛几乎就是在1、2、3名常胜军。不对鹿茸很陌生哎，鹿茸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药材，所以鹿茸在中药店一定是非常贵，那所以它才有养殖的需求。那我想台湾养水鹿的地方很多，为什么特别带我们来这个地方？因为它其实不只是比赛的常胜军，重点是它是一个绿循环的一个畜牧的方式，让它持续性的养水鹿。我没听过绿循环，但你讲，我只想到那个回收的标准。没关系，我觉得他带我们去看比较快啊。有关系，有关系。我让你看看现在完全不同的一个畜牧，了解一下吧。刘大哥，好久不见，林刚，对，各位好，各位好，我们虽然在山上看过山上原生的水鹿，但我没有意识到水鹿有大到这个样子。这个完全都是酒，有点像那个烧酒鸡，但是我们做的是全酒版本的那种概念。今天最厉害的在这里。水鹿有大到这个样子哦，这个我们台湾水鹿是我们所有台湾哺乳动物最大型的。我的妈呀！对，水牛都还没有那么大。对呀，原来鹿茸是用水鹿的角。对，还没有硬化的角，
就叫茸，生长得很快。它现在你看到这个它有一个角座，结角以后马上长的话，开始长的话，大概75天到80天就可以采收了。台湾养殖水鹿是取它的茸啦，大概100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是去野外抓回来，然后饲养。刘大哥这边的照顾其实是相当用心，所以我们它的鹿茸品质其实很高。这就是刚才 Max 讲的，我也想了解到底什么叫做绿循环。对，我们这边的环境是很天然的，没有工业污染是。那喂食的话就是吃我们天然的那个牧草，我们自己种的牧草。是。那我们冲洗下去的那个粪液我们会做固液分离，固态的粪拉起来以后堆肥发酵。发酵完了以后，那个会当施肥种菜啊，种那个牧草都可以。对，那做一个绿循环，对这个环境没有污染的一个方式。这种绿循环的养法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我们已经做了快20年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边真的是经历一个很大的灾害，所以跟环境共存很重要。算是取之于自然，但是又用之于自然，再回馈自然。哇，这个就是在旁亏啦。这样应该做贵的哦，来这种之后有宅呢。大哥开讲，里面有什么啊？鹿茸片，然后枸杞，还有人参跟肉桂，这个是主要的3大样。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枸杞、红枣啊，还有那个黄芪。菌麻固啊。我们都是半年以上，实际上泡4个月就可以喝。差不多。传说中的鹿茸酒，唇齿留香，可以闻得到鹿茸跟药材结合在一起的那个香气，然后你再慢慢的喝，你会觉得这个酒的甜感，它的甜度其实是蛮高的。大家都会说，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喝鹿茸，或者是以鹿茸入菜？因为它对身体其实是帮助性蛮好的。对啊，而且我刚才看到不是只有酒，好像还有其他的产品，好多相关的。这是不是我每天早上都能拿一点燕麦薏仁呢？对，养生这个是我们的早餐包啦。对。畜牧业是全世界现在最可怕的碳排来源，但是大哥这边做的这个绿循环，它大大的降低了碳排，让所有东西可以循环再利用，这才是我们环境永续，还有台湾人的能量，这才是最棒的。大家冷了吧？哇，超冷的，辛苦奔波了一天了，然后我们也得到非常珍惜的一个食材，对不对？爱爆起来。所以呢，今天我准备一个海陆大补锅。陆的部分呢，指的就是我们鹿茸的部分。海的部分呢，那当然了，我就准备点新鲜的鲍鱼啊、虾啦、中卷啊、金目鲈跟鲈鱼。哇！而且做法其实有点狂野，也蛮快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先加一点点的鹿茸酒。好，阿杰开大火。所以那边完全都是酒而已哦。对，完全都是酒，有点像那个烧酒鸡，但是我们做的是全酒版本的那种概念。今天最厉害的在这里。这是什么？来，有没有看到这个颜色？哇！很稠哎！今天刘大哥帮我们准备的鹿茸高汤，天哪，量也就只有这个样子，超浓郁的啊！对，太珍贵了。可以点了，可以点了吗？放汤啊！啊，那个手小心哦！蓝色火焰烧起来了。有火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先把我们的海鲜怎么样，一个一个下去，一个一个放下来。哇，好漂亮哦！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酒香，把我们的虾、鱼、鲍鱼都弄到半熟就好。这什么神奇的？好梦幻的一个食材的做法，像煮然后又有烤的感觉。对啊，不一定要。为什么它的火会越来越大？因为开始滚了，开始滚了，酒精在挥发了。这是一道很狂野的料理哈，先前置加热一下，让海鲜怎么样半熟。当然啦，其实这样子的做法是希望说看到的大家今天能够怎么样？哇，马上哇，对，放起来。来，然后就先夹。我要先把这些食材夹出来，半熟就夹好，小心还有一点火候，可能是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做法哈。拿出来还一直在烧，这个火是正常的吗？正常，太棒了！马年旺哦，马年旺，刚好海鲜全部都拌熟了，然后你看刚好整个消失掉了，对不对？太漂亮。好，来，接着呢下菜，对，哇，会甜，切
基本上根茎类的菜都蛮好的。我们现在就是反正就是大胆的，我们就把它放下去。好，然后我们接着就把我们的海鲜放上来吗？再摆上来。对。上昂的更中好啦，真的是海陆大餐了。来飘飘哦。哇，这个好澎湃哦！哎，这真的有围炉感呢。氛围可以吧？对啊，这是年菜吧？太厉害了。接下来，哇，这个鹿茸高汤哈。God 的，哎，我们这个汤底的价值不菲呢，真的不菲。重本。是的，我人生也就这一次。对啊，哎，鹿茸拿来做火锅，真的好奢华。我觉得人生愿望清单在上山下海都有可能完成。对，太厉害了。好，哎呦，我看到我们在高汤我们加到6、7分满的时候呢，我们就等它滚，这样子让它生水出来，这样子就好。其实有没有简单？懂。还有光在那边用闻的，我都快醉了。I'm doing better than ever, no matter what you've heard. I really like to be on top of the world. 就是这样子。先喝汤再说。先喝汤对不对？一定要先喝汤，先喝汤。哎，这个比我们下午喝的更补，真的更浓哦，更浓更补，因为有海鲜味。哦，很少喝到这种药膳海鲜的感觉。对，你可以喝看看。其实药膳海鲜它喝起来的味道，它会是清爽的。精油这样煮下去，然后加海鲜再甜味，其实那个鹿茸酒喝起来更温顺。再来就是海鲜，跟最后你说那个鹿茸浓缩的那个汁啊，对，太可怕了。我以后吃不到怎么办？这个应该是我喝过汤已经是天花板等，不可能再比这个高了吧？酒精挥发后啊，然后跟蔬菜跟海鲜释放出来的甜，所以像这样的汤，我们的调味真的是一点点盐巴这样子就已经很迷人了。我觉得那个酒的味道会让这些海鲜们就是变得更甜，然后更香，就让它的味道整个都提了出来。对，真的是海陆大补锅，大补海陆，那锅。你有吃到海了吗？有啊，我刚刚吃到那个鲍鱼，哎，如何？鲍鱼跟熟度刚好吧？那个味道搭起来好迷幻哦，而且真的是熟度刚刚好，不会太老。超 Q。你知道现在的味道是刚好蔬菜的清甜也一起释放，对，所以那味道真的是浓鲜合度，多一不可。海鲜的甜，鹿茸的香，完全融合在一起。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比较少接受鹿茸酒，可是当鹿茸酒变成火锅的时候，其实大家接受度会变得更高。当然了，因为现在都爱吃锅嘛。对啊，台湾人最爱吃锅啊。 Coming up roses. We're coming up, we're coming up. We're coming up roses. Coming up roses. 哇，哎，你看这样三峦连绵，这样太漂亮了。那你做事就是99峰九峰在那个尖尖的那一颗。哎，你这样一眼望过去，到最远那一头，在云雾旁边那个就是火焰山呐，哇，很漂亮哎，这边的视野真的太厉害了，可以这样一路过来180度。可这里并不高哎，为什么它视野可以这么独特？前面没有阻挡嘛。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样一路看，就高速公路在下面嘛，然后一路这样绵延，哇，这如果天气再好一点，不要有这些云雾，你可以看得更远。哎，这真的是南投，真的是很地理中心的一个位置，尤其是这座营区。你看，我们昨天看夜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草屯啊、彰化啊。对哦。然后说我今天眺望可以看到台中嘉义。草屯彰化在那边。对啊，在那边啊。我说然后可以看到台中嘉义。对，这边台中对。太厉害了吧，这个景。难怪老板说6日就大客满，我们的时间抓得刚刚好。 哦，各位，我们终于看到了社子坑溪。我们可以往前再看一点吗？那种盘子里面住一碗臭臭的也是很诗情画意啊！对，你可以想象这整条山路上全部都是梅花的样子，一定超美。 好像一个秘境的感觉。老师，我觉得这边好像那种美国的电影场景，然后就会有人在旁边录影啊，这种。本来是一条河床，从这样子蜿蜒下去。那时候的河床是在这里往下30公尺，30公尺，然后这里的海拔580，我们站的地方
那换句话说，河床是550，对，上面的顺向坡看到干那一些，对，那一些滑下来就埋住了这一整片。所以原本是一条溪流，因为经过921之后，它变动成一个堰塞湖，变成我们现在很漂亮的景致，是超级美。2条溪，这边社子坑溪就社子坑溪湖，那边韭菜湖溪就韭菜湖溪湖。一条溪变2个湖，怎么那么花？2条溪变2条湖，看起来很舒服，对，就是耶。整个就是走山之后，它形成了这样子一个堰塞湖。是那它到现在这样子，已经有一个很像小水库大小这样子的一个蓄水量了。没错，38公尺。对呀，哇，很大呢。38公尺呢，水深最深的地方29公尺。我们马太安溪的堰塞湖，它有坝体的溢流，那这边会有吗？义洪道在那里，右边那里，就现在的农村及水土保持署，它有很严密的监测，是，到这边的水位，还有到底土壤哪里有变湿了，有渗漏了，马上就有资讯。对，沿路有3号的摄影监控设备，对，监控设备。那老师这样讲我就懂，因为马太安溪上面那海拔其实它是很多地方汇流到那个位置去，难怪它水一下子累积起来，大面积，对又很困难。这个已经搞了10几、20几年了，对啊，应该算是比较中低的危险度了。不能说没有了，我也不是那么专家。不过我们一般的了解，比马太安溪好多，它比较稳定，稳定多了。梅花开了，梅花开了，哇！好像数量有点少了呢。但还是有几还有花苞，有几个含苞待放的。对，那其实梅花我们最重要就是花开完，我们要它的梅子嘛。啊，那梅子在哪里？它现在正在成型，因为授粉以后，后面这边有个子房，有没有花后面有一个比较肿大的地方？那个籽是小孩子的籽，子房会慢慢肿大，就发展成一颗果实。所以每一朵花都是一颗梅子。是的，对，哇！我看它上面还有冒出那种绿枝，嫩芽、抽芽了，抽芽。我们以现在感觉，我们的体感是不是好像还冬天？对啊。可是以节气来讲，它已经是春天。我看到这边好多沿着山坡几乎都是梅花。对啊，如果这边盛况应该会非常的漂亮。其实冬天的时候，在中部来说，那就是赏梅也是一个我们的乐趣。来国庆乡赏，对，来国庆乡赏梅，然后喝一杯比如说温的梅酒，然好后在这样子的这种环境里面住一晚，臭臭的也是很棒。诗情画意啊！对，你可以想象这整条山路上全部都是梅花的样子吗？一定超美。 3、4月赏完花之后呢，通常呢我们就顺便，但是都来到梅子乡了，对不对？是的，来吃个梅子料理，一样有梅。对，讲梅子我就分泌口对，水。你看望梅止渴。对啊。 够澎湃！望梅止渴，望梅止渴，望梅，我不要忘了，我要直接吃了。直接吃吧。请吃，请吃。这个是什么啊？梅子排骨。排骨。好香哦，梅汁排骨哦，那种酸甜的梅香味，真的。这是我们梅庄的秋楼菜啦，招牌私房菜，请吃。天哪！哇，好好吃哦！我刚才看那个老板娘这边腌好多梅子，都一罐一罐的。所以梅子很厉害，它生吃以外，你拿来炒肉都很适合。今天它这边的味道是跟外面完全不一样。真正你喝它这边的梅茶，吃它这边的梅子，跟吃这个排骨味道是一致的。是真的，不是那种什么加醋啦、加香料啦、加什么调出来。它多了甘甜味，真的，它跟那个糖醋排骨又不太一样。用料实在，对，就是纯梅汁下去做，它本身原始最好的风味应该是这样。但是你也知道，梅子产品它其实当然在外面的话，我们会比较斟酌它的成本，所以加醋啊、加糖下去补。所以地地道道的，我们一定要来
没装没远吃。哇，这太棒了！哎，它真的吃起来比外面的梅子料理更清爽哎。可能有些地方他们会调一些别的调味料，但是这个就是可能真的就很单纯，就是梅子，好清爽所以哦。开胃，它梅子本身其实在我们在料理里面来讲，它就是开胃啊、健脾啊，然后当然它我们生津止渴也是非常棒的。因为它每块排骨都沾满了这个梅酱，所以你可能很像在吃排骨，可是又在喝梅子汁的，对，热热的梅子。啊，好处就是怎么吃你都觉得可以再吃下一块，因为完全不会腻。是的，不甜不腻。对，哎，有人要给我崩，真的要给我崩了，我崩了。 The summer sun is shining and I'm feeling so excited. Here we go, here we go, yeah. All of us united, yeah, we grooving, yeah, we vibing, here we go. 就是这里。我们今天来到光复新村啊，里面有一间传承了100多年的肉铺。这几年呢，在光复新村开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台式热狗堡，爆汁又脆。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And we vibing. I feel alright, I feel alright. Ain't a cloud in the sky. 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吃到更多那个肉扎实的口感，所以我觉得搭酸菜更够味。本身是一个100年的肉铺，那为什么会这几年会忽然有个这样子的想法？主要是我们从雾峰菜市场起家，但是我始终会觉得说，一个古早味的传统跟理念把它传承下来。那因为这个起心动念，我们决定我们来开了一个这个像是在肉铺，所以我们来研发了这个潜艇堡式的一个料理。那为什么选在光复新村？因为第一个主要也很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给我们一个青年人一个在新计划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机会。三山国家风景区，我们雾峰现在也被列到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里面。未来我们的雾峰就是一个慢活城市。那我想要进驻在这里，让年轻人可以来，让老人小孩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眷村的一个氛围。来了！辣椒冰淇淋卷，好，谢谢你。我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味，有没有？它外表这样子很像我们那个buffet圣代杯，那上面的配料其实是有点像油泼辣子这种辣椒的感觉。先吃给大家看一下冰淇淋配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个口感跟层次呢，已经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了。首先呢，当然冰淇淋的冰滑香浓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咀嚼到最后的时候，它那个辣度呢，其实会转变成香度，因为冰淇淋乳脂肪会把它辣度整个降低，所以你残留在口中的时候呢，会吃得到我们那个辣椒的那种咸香感，然后只剩下微微的那种甜辣，它的层次更多。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组合？狗狗不是喜欢吃那个鸡骨头吗？对，跟那个猪骨头嘛。可是狗吃骨头，我就是怕它会吃到肠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把它煮成烂烂的，然后用料理果汁机把它搅成就是骨头泥。所以我就做好那个骨头泥之后，我就自己有吃看。我想说太好吃了吧，难怪它这么喜欢吃，又香又浓。因为我喜欢吃冰淇淋，我又爱吃辣，骨头泥加辣椒的那个酱放在那个冰淇淋上面，相当的创新，很厉害耶。哎，吴老师，阿姐，现在所在地是台湾第一个以花园的概念打造的社区啊。雾峰大家应该第一个认识的是雾峰林家，对，雾峰林家它在台湾历史上真的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一个家族。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标识就台湾省议会。那讲到省议会，就会有另外一个单位叫省政府。所以光复新村这个地方是雾峰的省政府宿舍。既然来到这边，是不是带我们跟了解这附近的氛围啊？因为这里对啊，相当的漂亮。印象中，它以前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么多的
文创啊，或者这么多的不同的小商店跟氛围，而且它有一阵子是比较落寞的。光复新村是动省到921之后，其实经历了很长一段的荒芜的时间。2012年台中市政府把它登录成文化景观，对，就开始引入一些店家，然后引入一些那个非政府组织办公室，然后慢慢的活络了这个地方。先请你们喝羊奶，还有这种事啊？是，这么好，哇，好，我好像在吃那个100%浓缩的羊乳片。哎，对，哇，羊乳片就是学到的方式做的。这个羊奶虽然好喝，但是有的人就是会怕羊。对，喝了我们家的羊奶之后，哇，里面应该养了好几头，很浓哦。因为马告的好处，可以解酒，然后马告加咖啡是消除疲劳。啊，高山症有没有用？不太敢喝，对不对？对。这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调味乳。哦。那我们的调味乳系列，我们做了很多，就是自己小朋友也喜欢喝的。但是一般消费者最推荐就是奶茶。奶茶。羊奶加红茶，变成奶茶。来，我调一个奶茶给你们试试看。要。羊奶喝起来会有点咸感，很像奶盖的那种感觉。因为一般羊奶过母体，狼巴干干有没有？事实上，羊奶过了母体应该要咸咸的才对。对。再加上羊会吃矿盐。所以正常出来的奶应该要有点咸才是正常的。喝一下我们的这个奶茶。我觉得它把它调成奶茶之后，它有点像我们现在比较熟这种奶盖茶的味道，因为它有点咸，然后乳脂肪的含量很足，而且奶味很浓啊。对，哇！而且它的红茶羊奶，如果说你真的不敢喝，它会把它稍微压掉那个味道。哇，这个好喝哎，这好喝，这好喝。对啊，我先给你们吃吃看我们家的招牌羊奶布丁。我们的羊奶布丁很特别，我们就只有羊奶加鸡蛋。它在里面摇哎，焦糖是自己煮的哦。来，很香哎，很软。哦，其实它吃起来的口感是豆腐，是很香的奶味。你看，我觉得它布丁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很软，因为有的布丁我们做到这种软度，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摇起来，但它可以耶。你看它不会碎裂。哇，焦糖加这个布丁味道 double。准备3种特色馒头，好，一个是原味，一个是南瓜，最后一个黑糖。那我们家的馒头比较特别，就是一般做馒头要水，我们把水换掉，用成你们刚才喝过的羊奶，中间夹的是羊奶油，可以尝尝看那个口感。可以看一下它的馒头，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它发的是扎实型，比较扎实型的。对，吃起来也是，奶香味非常的足。馒头本身的 Q 感其实很足，很不错，弹力相当的好。我觉得吃起来有点细致的花桂，南瓜羊奶馒头，配上羊奶油，再加个冬瓜羊奶，我今天吃完就3阳开泰了，没什么问题啊。而且我觉得羊奶油吃起来口感有一种惊喜，它有一个浓郁的口感，突然间就提升上来。对，所以口腔里面不是满满的奶味而已，其实它吃起来是有另外一种很特别的那种氛围。因为慢慢嚼、慢慢吃，奶味会慢慢的释放。现在还有好多地方可以逛啊！哇，太棒！再往下一个地方。好，谢谢，拜拜。小妹，你们喝过山猪的眼泪啊？山猪的眼泪？山猪的眼泪，对。那是什么？那个马告加咖啡加小米酒的。马告加咖啡，我只要喝5杯。想起了马告就马拉桑，格里亚马布拉布拉。好。大杯的大杯的哇！马告咖啡。还有1杯啊，3杯。有浓浓的马告香。对，就是告诉各位马告的好处，可以解酒，然后马告加咖啡是我看忧郁，然后身体酸痛，消除疲劳。高山症有没有用？高山症会怎样？高山青，跟高山症没关系。有点冷哎。其实主题啊，
人伦的那一夜，使我想起那个不要脸的人。黄山公主湖，满山是油，中午吃饱到皇上去公车，但是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是不是人山人海是什么状况？厉害吧？我小时候啊，很期待来这里，因为人山人海就很像过年。这我如果从路边经过，我也会不自觉被吸引过来，看看大家在做什么啊？对。哇，传统的话，它就是卖一个眷村的美食哦，对，牛肉面啊，阳春面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卤味切盘。但是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我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吃完它的面过，没有吃完这种事。我不知道老板很害怕他吃不饱，那个面量每一份都是。就算你点小份的，它几乎都快2球面的那种感觉，摸嘛紧哇！我觉得先排队是真的，因为前面很多人呢。哇，它那个卤味呢的柜子，你可以看到它琳琅满目，叠得像卤味小山一样多。有你爱吃的花生啊，然后牛筋啊、牛腱啊，豆干也不错。豆干也不错，太好了。它那个，然后它卤的有没有看到？它整个豆干的味道都进去了。有，太棒了！海带现在2片嘛。海带。要吃点海带头发黑，猪尾巴厉害。猪尾，哇，你看，我晕倒，大哥把猪尾巴让给我们了。谢谢。哇，这么大一盘，375。对。哇。然后我们到这边之后呢，再来点牛肉面。嘿，牛肉面啊，然后阳春面干的，它那个猪肉。阳春面干的。对，或者是麻酱面，你都很爱。我要牛肉面。你要牛肉面？对。好，这样还吃得下吗？我这干面呢？585。够，585来。完啦！我从来没有吃完过，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跟我以前眷村的感觉太像了。大碗的菜，大碗的面，大口的肉，就是这样子啊。我基本上我自己来的话，一碗面跟一个汤跟可能个花生，我就已经挡不住了，你知道吗？这样，眷村就是要这样大口吃面，而且这个面吼。它煮得刚刚好，汤头的味道是以前我在外省那种老兵面的味道。那其实它的汤头有点偏清炖跟红烧的中间，酱味没有那么浓。然后你再配口肉，你看它的肉抿着就化了，对不对？我才轻轻一咬就开了耶。先给你闻一下，有没有？对，猪油低乌汤对吧？对，这是我很喜欢的那个干拌面的一个味道，很传统。看不出来这边。整个地方创新，然后有很多这种文创的商品进来，但还留着这样老味道哎。它其实真的是从我小时候，我爸妈带我来吃，然后生意就一直好到像这样子。真的，这葱油饼，这个葱的味道跟这个油的味道太香了。炸饼，它光原味这样子就很好吃。哇！外省阿伯就是做这个味道，手感手打。我自己口袋名单的店家也是，他们都会很怕你吃不饱。我觉得其实传承的部分啊，不只有古老的记忆，人情味也是一起传承的。每次来我会点它的私房的猪尾巴，因为猪尾巴限量。我们今天算是比较早，如果你是超过6点多来，可能就已经没有，就没了。因为它猪尾巴的那个胶质感跟 Q 度其实相当的足。你看有没有？哦，厚的，这个卤的刚刚好，可是完全不会腻。好软好 Q 哦！我刚才本来想用力咬，但是不用，轻轻咬它就剥落了。它这就卤到一个等级了，因为猪皮还维持着那 Q， 但是肉是软嫩的。我还第一次可以把猪尾巴啃干净的，你知道吗？雾峰对我们来说，它其实是落寞过的，所以你说反而像今天来，我其实相当的讶异，因为它跟我记忆中那种比较淳朴啊，就是比较眷村型的雾峰，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我没有办法料想到，像今天光复新村，你看我可以喝到羊奶，雾峰跟南投就有自己的酪农，然后没想到我可以遇到排湾族的大哥，不，那是我大哥奥巴马。
他真的那个奥巴马，他真的是文情并茂啊！对啊我现场被他逗的吼，我第一次笑到胃抽筋。我们现在最重要是要先把面吃掉。我刚刚就跟你说叫你留手了，我从来没有吃完过。小菜可以打包嘛。哇，老师，这山谷好漂亮！哇，这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火焰山地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尖锐的山峰哦，很细瘦的冷线，是的，有垂直的峭壁，对，深深的冲石沟是，对，然后满河床的卵石河川，这怎么是干的啊？干的，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这个是全世界壮观的。它是伏流哦，到下面去了。对，一下雨从山上下来的水，没有2天就地下水，地下水哦，了所以解了。这边溪水已经超干净，因为它那种过滤。啊，对，对，就是这样子。植物都是吃苦耐劳，然后又不怕贫瘠的这一些，所以我们应该要立正，敬礼，礼宾。哦。哎，妹子，好晒哦！你有带防晒乳吗？哦，有啊好大，你们还没涂哈？还没。那你可以用这个海洋水仙防晒乳液，我觉得它很不错，因为它的 SPF 是50+，然后 PA 是4个加，它可以有效的防止 UVA 跟 UV 紫外线的伤害。我涂起来它是很清爽，因为我知道它里面有添加酒粕的成分，所以其实相当的保湿，而且很好涂又清爽。对你稍微再抹一下鼻子这边就会整个掉了。哦，因为你知道我最怕这个 T 字部位，每次晒下去都会晒伤。我觉得这罐，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涂嘛，所以你看它到现在它其实不太出油之外，它是海洋友善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这样子下水哈或做什么都很方便，所以我其实都随身携带啊。那个山峰那种御饭团，对啊，御饭团，对啊，超尖的。这里是99峰自然保留区的核心地带，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山峰都是标准的，对，尖的。所以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们这里距离集大山都在10公里左右，直线距离，这都在这个最严重的范围内。好，那我们想象看哦，后面的这些群峰，在921那个清晨1点47的时候，天摇地动。第一个走下来的是什么？树。对，树、草皮，再来这些岩石。这个地形是大约100万年前从海底隆起来，然后慢慢的每年豪雨冲刷，旁边的河川掏空、地震摇，所以它长期接受这3大力量：豪雨、河川、地震。921那个1点47分，就是把那3样东西通通剩下来，真的光秃秃。不只是这一座啊，将近100座，虽然26年了，很陡的地方还是光秃秃。对。比较平的地方，就每年在变，会变不同的植物，植被就上来了。我觉得99峰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独立山头好像比较多一点点。对，独立山，将近99个。对啊，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这个是全世界壮观的。对。
这样的海拔，然后会看到这样子山这样层堆叠的感觉，就看到真的很少。每一座不同的独立峰，然后在一起，我觉得如旱地拔葱这样拔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少。这一片是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对公告的自然保留区。哦，它是最严格的法令，是没有申请不可以进去，不可以破坏，那个都有刑责的。是，这里的哺乳类、鸟类、植物各方面，甚至于对非常多样。那保护在1000多公顷里面，这是不简单啊。觉得主要是重生啦，因为我觉得这趟来，我真的看到很多，不管是大自然，或是我们住在这边的人们，他们的那个重生的力量，对，坚韧不拔，对不对？对啊，你看那个豆干也是啊，那个豆干的那个，哇，那个豆干好吃啊，对啊，也是因为你看他们就在那个当下，那个爱情故事啊，是在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感动，那种生死交加。可是经过那个生死交加，我们的确还是可以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力。然后不管是动植物，或者是我们当地在这边居住人们的心态，你一定要进来，才能感受到这边的人情味，才能感受到这边蕴含的能量，才能看到这块土地的变化。你不进来，你就只是听，那差了一点。应该大家多来走走才对。就是告诉我们没事多来走走就对了啦。对，台湾在地的力量，就是这样。好，哇，这样子。本节目由台塑石油 APP 冠名赞助播出。